从海上到陆地，这座拥有1200年历史的城市，见证了德国的兴衰、贸易的繁荣以及时代的变迁。这里曾经是德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也是自由与贸易的象征。商人、船只、异国香料和黄金从这里流动，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灵魂。现在它是一座充满童话、艺术跟现代氛围的城市。这里有世界级的建筑，也有狭窄的中世纪巷弄，还有浓浓的咖啡香，德国最独特的红砖艺术街道。但最有趣的还是这里的人们，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传说。你可能有听过格林童话的故事，但这也只是这里的其中一个亮点。在这座城市，童话与现实交错，历史与现代并存。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每一块石板，都承载着过去的记忆。这座城市宛如一本翻不完的故事书，每一次驻足都能够发现新的篇章。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Aaron。今天我们来到德国北部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布莱梅。布莱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回公元787年，当时的查理曼大帝在这里建了一座主教堂，标志了这座城市的诞生。布莱梅在中世纪也成为重要的商业跟航运中心，是著名的汉萨同盟的成员之一。然后这个汉萨同盟呢，是由一群商业城市所组成，对中世纪的欧洲经济跟商业活动有着深远的影响。好的，按照惯例，我们现在聊聊有关布莱梅的相关地理资讯。我这次呢是从法兰克福进到了德国，并且第一站是先来到了哥斯拉尔这个哈茨山区玩了3天。这个相关的影片呢，在前2期我已经发布了，大家可以先去看看。这个哈茨山区真的非常的漂亮。那在哈茨山区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布莱梅。布莱梅已经算是在德国的整个最北边的最西北边这边了啊。然后我把地图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布莱梅的相关位置。那如果大家来到布莱梅呢，你会看到这个地图啊，可能一开始会有点看不懂，没关系，我教大家怎么看。来的时候呢，大部分跟我一样是自由行的人，你可能是搭火车过来的话，它的火车站呢是位于现在画面上的上面这个位置，然后它的老城区呢是在下面这个地方，这是它的老城区最漂亮的区域。然后这个老城区里面呢，它的市集广场是必去的啊！你看这打了一堆绿点，就知道这些都是我已经做了记录，等一下要介绍的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施诺尔区，这是它最古老开发的区域之一。这个老城区里面最重要的是这2个绿圈哈，你是一定要去的。然后呢，在布莱梅，你要从这个火车站到这个老城区呢，它也不会很远的距离。你看从火车站呢，我规划路线给大家看。用走路的走进老城区的入口，其实也只要12分钟，然后再从老城区的入口呢，进到它的中心广场，也大概是5-6分钟的走路距离。所以其实你在布莱梅完全是可以用走路的方式来进行相关的交通移动。然后如果你不想要透过走路的方式进到老城区，也没有关系，在它的火车站前面呢，其实就是他们最大的地面电车的这个交汇枢纽哈。前面这个是火车站。然后火车站的前面这一整个区域全部都是它的地面电车啊，然后你可以搭这个地面电车进到老城区，或是去你想去的地方。那我这次住的饭店就是旁边的这一栋，所以就是火车站旁边的这个就是我的饭店，进到老城区也相当的方便。这一次住的是火车站旁边的 Intercity Hotel， 那这个 Intercity Hotel 本身就是连锁的饭店，因此有着较为稳定的品质哦。那来了这一间呢，也是干干净净，该有的东西都有，房间也还不错大，不要把2个行李都摊开来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窗户外面呢，其实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那个地面电车的这个转运站啊，所以其实从这楼上看下去，你看就刚好就看到有车子在进站啊，然后这边有很多巴士啊，一些反正就是交通的很大的一个方便的区域就对了。当然，如果各位是夏天来，没有要担心下雪拉行李的困扰的话呢，去住在老城区里面也是不错的。老城区里面漂亮，但是饭店价格就会高一点，就是啦。住在火车站旁边，这边价格相对的就便宜。那它的厕所呢，就是标准的干湿分离的厕所。好啦，简单的介绍完饭店，
那接下来就继续介绍不来梅咯。那我们下一站呢，就是从火车站这边走进老城区，去看看老城区里面有些什么吧。我们来到不来梅的老城区的入口呢，就会先看到这一尊木珠人的雕像。不来梅虽然是港口城市，但是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呢，这边当然也是农牧业的大城，在这个周边呢也养了很多猪啊，然后也种了很多的农作物。当然，这跟台湾的早期是一样的。台湾的早期家里条件允许的，可能就会养一些鸡啊、鸭啊。条件又更好的，可能也是养猪。这边养猪养很多，也造就了后来德国有所谓的德国猪脚，然后有所谓的火腿，这些都是猪肉的料理。那这个木猪人呢，比较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是，根据这边的传说，去摸猪的背能够带来财富跟好运。所以其实大家来到这个猪这边呢，都会去摸一下这个猪背，然后每一个猪的背也都被摸得倍儿亮。好的，在走过了木珠人的雕像以及一段的小路之后呢，我们来到了不来梅的中央广场。那不来梅中央广场的周边就有非常多重要的建筑，包括我身后的不来梅市政厅、不来梅市政厅旁边的罗兰雕像，以及这个方向，这个后面很高很高的这个呢是不来梅的主教座堂。然后在市政厅的正前方，就是这个方向呢，这个是不来梅的商会。至今为止，它都还是不来梅的商会。那接下来，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些建筑。各位观众，在我后方的呢是不来梅的城市地标之一，是罗兰雕像。它最原先呢是木造的雕像，但是后来因为火灾啊，还有一些战争的原因，就是被弄坏了。然后现在所立起来的是石造的雕像，经过了几百年，保存至今。不来梅的当地传说也表示啊，如果这尊罗兰雕像倒下的话呢，也象征着不来梅的自由城市的终结。所以不来梅的人民呢，也相当的保护这尊雕像。讲完了罗兰雕像呢，在我后方呢是不来梅的市政厅。不来梅的市政厅呢，也是大约兴建于1405年到1410年左右，也是非常古老的建筑。它也是德国至今为止在这么多战乱之中保存下来至今相对完好的市政厅。这个市政厅呢，在中世纪以来一直都是不来梅的政治以及经济中心，即便到了现在，它仍然是州政府的所在地。市政厅外面的立面呢，则是展示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展示了不来梅在这个时期的文化以及经济的成就。然后市政厅以及罗兰雕像在2004年，因为代表着中世纪的自由城市的典范，还有不来梅当时的相关成就，以及极高的艺术与建筑价值，在2004年双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在市政厅旁的这个呢，则是不来梅的主教座堂，它非常的高，非常的大。它最早是用木头来兴建的啊，然后它也是采用哥德式尖塔的建筑，但是后来因为战乱的一些影响，那个木头都被烧掉了，一样也是被烧掉了。现在它也是使用石头来兴建。这个不来梅主教座堂，它是可以自由入内参观的，它并不用收费，并且它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堂。然后这座天主教教堂跟我们以前所看的天主教教堂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啊，就是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呢？正常天主教教堂的祭坛应该是在最前面，整个大殿的最前方会是它的祭坛，但是这一座天主教教堂呢，它的祭坛是在中间，是在这里，所有的椅子都是面向的眼前的这个祭坛，那这个祭坛其实是在教堂的中间的。通常，我讲通常会把祭坛设在中间的是新教的教堂，天主教教堂是不会这么做的。但是不来梅的这个教堂身为一个天主教教堂，它却把祭坛设在中间，这确实是相当与众不同。
这个教堂当中呢，看到很多非常古老的元素，比如说像这个地板啊，这个地板上面就有写，这个可能是某一个838年过世的人，他被埋在这里，或是在立了一个石碑这边被纪念。然后前面这边有一个，这可能是一个1043年过世的人，然后他也被立了一个石碑，或是他就是埋在这里，然后供人纪念。所以这个教堂确实非常的古老。除此之外，我也觉得这个教堂的玻璃花窗非常的漂亮。然后还有找到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挂满了各种的徽章，相信这可能是以前这边的领主或是骑士的徽章。具体的用法我并没有那么了解，但是这边看了挂满了各种的徽章。然后上面的玻璃花窗也是非常的漂亮，然后下面也立了一个很大的石碑，相信是在讲述这边的故事跟相关的历史。那介绍完布莱梅的主教座堂以及布莱梅的市政厅还有罗兰雕像之后呢，还有一个建筑是现在我后方的，这个是布莱梅的商会。在早期，它就是作为商会所使用，至今仍然是商会所使用。然后它的建筑呢，建得非常的漂亮，它的上面还有双头鹰，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标志，标示它被神圣罗马帝国所保护。然后整个商会无论是上面的雕刻或者是相关的装饰，都非常的有特色。介绍完商会之后啊，其实这边还有一个隐藏的秘密景点哦，就在这个广场上，就是它的井盖，它的下水道盖。但这边有一个井盖呢，非常的特殊，它是可以让你投币的。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井盖，它是一个募款箱。那我们来去找找看，那一个井盖在什么地方？好的，这个已经找到它了。然后它在哪里呢？就是面对我们的大教堂啊，然后旁边这边是市政广场，好，这边是市政广场。市政广场跟大教堂的大概中间的这个位置下来，这边有一个井盖。然后这井盖呢，不知道的人以为就是普通的井盖就走过去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募款箱。它里面呢，当我们从中间投币之后呢，它就会发出声音。那它上面写什么呢？它上面是写的是说，用德语写说，不要喊叫，不要哀嚎，不要抱怨，说声谢谢吧。上面这句是这样，然后下面这句呢是说，往布莱梅洞里投点东西吧，鼓励大家捐款。然后我们投钱看看。然后它变声音了。刚刚我们投的时候是公鸡叫，哦，变狗叫了。好了，真的会忍不住让人想要一直听听看有什么声音。哎，这次怎么不来声音了？哦，驴子叫。透过这种方式来鼓励大家捐款，我觉得真的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鼓励捐款方式，真的是会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枚硬币往里面丢呢。那刚刚那个井盖所展示出来的驴子、狗、猫跟鸡的叫声呢，其实是这边一个当地非常著名的格林童话。那个格林童话呢，有在市政厅的旁边立了一个雕像，接着让我们去看看那个雕像在什么地方。右边这个呢，就是布莱梅城市中很重要的雕像，它是由驴、狗、猫跟鸡组合在一起的一尊雕像。它讲述的是一个格林童话故事。这4个动物呢，想要成为这个城市的音乐家，然后他们一起踏上了旅程。那在这边当地的文化当中呢，讲到说，如果你想要带来好运的话，你必须要2只手去摸这个驴的脚，单手摸的话，好像是一头驴跟另外一头驴握手。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带来好运的话，你就必须要2只手去摸这个驴脚，传说就可以带给你好运。从布莱梅的商会旁边这个巷子呢，走进去是他们的一个桶菇街。然后那个桶菇街呢，以前都是做木桶、圆桶的地方，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了。然后里面现在整理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可爱。
同时它也是中世纪的那个街道的模样。那我们就进去里面看看有些什么东西吧。这个统姑街目前是不来梅的文创区，整条街虽然只有100公尺，但是却充满了艺术跟文化氛围。这里也是德国最美的红砖街道区之一，跟其他的历史街道完全不同。那除了以上介绍的之外呢，这里还有2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是它这边的钟楼，在固定的时间会敲钟跟表演的，不断的展示的是历史上著名的探险家的故事。因此啊，每到了要敲钟的时候，下面总是挤满了游客观赏，非常的有意思。另外，在统姑街的一侧呢，有着懒惰7兄弟的童话故事。这个童话故事虽然我们比较不熟，但是相关的砖造艺术是很可爱的。台子上面啊，也有刚刚我介绍的驴、狗、猫、鸡的小雕像。这个鸡的雕像啊，因为代表着幸运跟胜利，因此常被偷走。统姑街的管理者已经习惯了这件事，直接说这只鸡被放到博物馆区收藏啦，只留下来一个小小的鸡爪在地上，真的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刚猛地回头一看，发现这里真的很像我们的三峡老街，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好的，下一站我带大家到不来梅的一个古老城区，叫做施诺尔区。施诺尔区是不来梅最古老的街区之一，它迷人的中古世纪风格小巷和建筑吸引了无数的游客，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瑰宝。Schnorr 的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线啊，就是毛线的那个线啊。那这个名词呢，是来自于中世纪时期。我们在推测啊，这里应该是制作和交易船用的绳索的地区。然后这里的小巷呢，其实也是狭窄跟紧密排列，像一条条线串联在一起啊，也或许也是因此的得名。经过了多个世纪的发展啊，史诺尔这个区域呢，逐渐成为了艺术家和小型商店的聚集地，并且在20世纪啊被精心的保护和修复。现在当然也是观光客重要的参观景点啦。那施诺尔区之所以特别呢，是因为它结合了不来梅的历史、艺术与生活方式。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古朴的巷弄跟温馨的小屋，让人仿佛穿越到了中世纪的德国。好的，那我们趁这个最后来给不来梅做一个结尾吧。不来梅是一个结合了历史、文化以及相关童话故事的城市。无论是探索古迹，或者是寻访那些非常可爱的古老建筑，都能够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也强烈的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呢，能够亲自来这座城市走走，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旅游地点。OK，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咯，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一期影片见。拜拜。